Hello，大家好，这一期我们来看卡牌的一个出装，还有它的一个兑现情况。卡牌可以看到，它的出装的话是有点散，但其实就搭配的很合理，知道吧？就卢登加不灭那个巫妖之握，巫妖之祸，不叫巫妖之握，记错名了，就是能提高他的这个W 的一个爆发嘛，然后还能红牌是吧？也能有利用那个卢登的效果去打一个 AOE 的刷线效果，反正有爆发。然后第三件没有选择做大帽，而是做一件火炮就是火炮的话，能保证自己能有一定的攻速吧。而火炮搭配 W 的一个强化平 A 再搭配卢登，然后还有搭配巫妖之或巫妖这个装备它其实前期刷线的能力前中期刷线的能力就完全是不缺了。后期就是补伤害，然后再做一件功能型装备像抵消控制技能对吧？你上去你利用这个面纱去跟对方拼这个叫什么？就是互相去换这个控制技能，你能吃一下技能，他吃不了你的黄牌，那威胁就是他。那这种情况下，你就可以激进一点点走位去逼对面。龙王打射手，现在三大 AP 射手盛大登场，什么大眼虚空之眼嘛，然后那个龙王，还有就是这个炸弹人。如果觉得玩 AD 玩累了，是吧？后面今天的话还有一期是那个天使打射手的你们也可以去尝试看一看我不是说尝试玩一玩我是说尝试看一看，因为那玩意儿不适合很多人。对面没蓝了，想回家，但这边利用那个那个什么机会回了一趟的。那这边的话，主动权就在自己这边了。他没什么蓝量，落地一个蓝牌还是红牌？蓝牌吧，刚刚是落地黄牌嘛，定了一会儿。我刚刚没太看清楚，他手速太快了。应该是落地蓝牌吧？应该是黄牌。如果蓝牌的话，它肯定还有蓝量的。就没蓝的情况下，尽量是去切蓝牌吧。要打架肯定是以黄牌或者红牌为主，没必要去给蓝牌打架都打架了，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时候你既然切一个蓝牌，坑害队友那说实话，这局队友也不需要说太多去管线上都能自己去创造优势。那这局整体下来，就资源的话就不需要太多，很舒服。像现在的中单有现在这样的法术血，哎呀，真的是福音。就是这一点，一个法术鞋对一个 AP 法师来说，这收益就非常的大。这里黄牌直接进塔里面补伤害就可以了。这边大弹人丢个炸刀的资源，肯定没有这种卡牌来的那么舒服。
这里有个细节啊，就是它这个红色的这个级数，就是减 CD 的符文呢，是能减装备的 CD 的。然后现在的卢登呢，因为是改了嘛，它不再是像之前那样子，是那个充能状态就可以，比如就是走路啊，或者说充能满了以后，它就可以释放。现在是变成 CD 了，然后10秒一次触发一次。就触发的频率没那么快了，所以带这个减 CD 的话，是能减这个装备 CD 的。左下角还有一个点就是专注这个符文，如果你们熟练度不高，不要去带这个专注。因为高手的话，他们有这么很自信的操作，他们能让自己的血量是吧，换血保证在那种很健康的那种。所以你们要么就带那个超燃啊，就超燃是对新手来说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有容错又有能让自己普通技能是 CD 啊减少的那种，很好的一件对新手非常友好的一个符文。不太建议你们去出这个。推完塔顺带过来收人，节奏就非常的舒服。有卡牌就这样子，你一旦它就是属于那种节奏型的那种中单的，偏功能性，然后节奏型中单。对面狼人漏了视野的，魁长提直接 TP 过来，像是 TP 交的，主要是不想对面拿那个先锋，估计是。完了，这里切了个红牌，如果切黄牌的话就舒服多了。黄牌定住，没关系啊，拿了先锋的话，其实对方应该是能推个上路塔，问题不大。这边优势已经过得非常大了，帮忙把对方的野区给清掉。大招刚好又可以过来。不过他带了这个减 CD 以后啊，他的超燃的收益肯定没有说直接，不对，不能这么说，收益肯定没有说，因为减 CD 是这样子的，你越到后面它的收益越低，就是差不多。比如说你那个技能级数出到差不多的时候，它这个 CD 就差不多了。就是你再超出它那个溢出它那个池子吧，你就会发现它那个做出来的收益就非常低了。因为你的 CD 越少，然后它是根据你现有的那个去减的。而不是说按你那个技能原先最大的那个去减 CD。但如果说你新手的话，还是带超燃会舒服一些，因为你不一定能保证像他一样血量一直保持在65以上。这里开大招过来留人，坏了，这狼人这么一扑，黄牌回头定住。这种就是太猛撞了，一定还是先让队友先进场啊，吃伤害。他这样子出呢，一定是比做那个时光脆很多。但有时光的话，就中后期的话，就是那种容错非常高。
魁昌帝还在刷野呢。刷完野又想去捡人头，想啥呢？肯定是先杀人先杀人再捡那个刷野，或者说吃经济啊，真的是拿了个最不起眼。起码他捡多一个人头啊，说不定对吧？待会超神了，还能更多的评分，这是事实啊。这里啊，切个黄牌，绕后吗？来了，抽奖，找到对面的 C 位，泰坦大招一给，补伤害。有黄牌，看到没有？有黄牌，有火炮啊，就威慑力非常到位。对面的炸弹人这个大招有点像核弹，定住，完了。这狼人其实玩的挺好的，他控制抵消了，你没发现？他黄牌给出去以后，他回头 Q， 直接控制抵消了。这里不会龙被抢吧？魁昌迪在下路的，这边起码5个人。哎，如果他现在这种出装的话，我其实还蛮推荐你们去玩卡牌的。哇，这边杰被秒了，诶，掐一下拼 A， 哇，黄牌定住，就火炮触发那一下平 A 的话是有攻速和移速加成的，所以你可以往前追或者去拉扯都非常到，可以非常的舒服。而且这里有火炮的话 ，A 果子的话距离也可以稍微远一些啊，不会说因为火炮去触发这个平 A。这边大招这样子过来，其实有点危险啊！队友已经跟上了，扎到了一个啊被战局分割开的那个射辅助，伤害其实还不是非常的高。如果队友崩的话，我觉得现在卡牌的伤害没有说特别理想，还是属于那种负 C， 他还是需要等第4件大帽做出来以后。才能很好的去秒对面的那种，直接自己可以秒对面的 C 位。你可以看到，这边的话还是需要去等下一套伤害。啊，这边推2个人，2个肉，强行去拆这个塔，拆不掉啊，还把自己给搭进去了。落地
米利欧后面奶了一口，再定住那就直接秒了。这还不退？怎么可能留下来还回头刷线？这想不明，这个卢锡安以为自己走不了了是吧？哇，这个应该是想清这波线啊，但有大龙 buff 的线他清不掉，刚刚还剩下一点点的大龙 buff 时间。那行，那这一期的话就到这了啊，就这么一局，没有录制到他太多的素材。好，那欢迎大家收看啦，拜拜。